一个网球烧个洞，对准车门猛地一拍，气压就能把锁崩开。男人快速进入车子，翻出想要的文件，拍照存档，然后开溜。看来这次的网络教程没骗人。男人很好学，他之前还跟着网红学做万能钥匙，找把锉刀把普通的钥匙尖端磨平，一扭一敲就开了一道房门。男人有点飘了，他借着探监的名义直接去监狱开锁，没想到万能钥匙直接断在了锁孔里。警方迅速封锁了现场，他混在人群里才躲过了监控制裁。男人这么好学又这么作死是有原因的，他正在策划一次劫狱。男人的妻子被诬陷成杀人犯关了进去，已经办成了铁案。他找了律师想上诉，但对方却劝他放弃，因为妻子的衣服沾着血迹，指纹也出现在凶器上，更有目击者在案发地看到了他，人证物证都齐全了，怎么翻案啊？男人还想找新的律师，没想到妻子为了不拖累丈夫和儿子，竟然选择在监狱自尽。人是救了回来，但男人的心里已经悬起了一块巨石。他想起了自己教书时堂吉诃德里的一句话，有时候抛弃理性才能获得力量。男人决心劫狱，既然法律无法证明你的清白，那我就用自己的正义解救你。他又要开始学习越狱了。男人在图书馆查到了一个传奇越狱犯的自传，然后找到了这个大佬求教。大佬表示，在严密的监狱都有一个钥匙口，就看你怎么找到它了，但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国路线。大佬留下几句箴言给他：第一，不要去本地车站和机场；第二，做一整套假证件；第三，钱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钱。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你是否真的下定了逃亡的决心？男人听完这些话已经有了觉悟，他找到黑市，花高价给家人办了套假证。男人打算卖掉房子换一笔巨款，但手续实在太多了，妻子又突然被安排换监狱，他只有3天时间了。男人铤而走险，决定黑吃黑。他闯进了一伙毒贩的贼窝，抢走了他们的赃款，但在冲突的过程中不小心杀了人。男人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彻底不能回头了，这样也好，就让自己一往无悔吧。男人准备好了一切，但探监时妻子却对他说：够了，你为我做的够多了，而且你怎么就确信我没杀人呢？妻子已经放弃了，她希望丈夫开启新的人生。男人呆住了，一直以来面对外界所有的质疑，他都坚定不移相信爱人，但妻子却亲自动摇了他的信念。男人缓缓走出了大门，但又折返回来，他对妻子说： I don't believe you did it, and I never will. I promise you, this will not be your life. 男人踩点多日，发现监狱外有辆车子会在固定时间来取犯人的体检报告，每次交接都会有1分48秒的空档，这就是突破口。他趁机上车，调换了妻子的报告，让警方误以为他生了重病，然后把人送出监狱治疗。男人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。都说越狱难，可出了监狱你就能保住自由吗？在这个高科技时代，一个越狱犯要如何通过警方的层层封锁？别眨眼，这个男人将为你展示什么叫我预判了警察的所有预判。男人终于等到妻子来医院了，他举枪对准了狱警，直接抢人，妻子也被吓傻了，然后迅速调整情绪，换衣服走人。警官赶到了医院，在按电梯时和下来的2个人迎面撞上。Hey, back away. Hey, no, don't be stupid. Stay back. We have units at every exit, John. You will be shot trying to leave. 男人又摁了停车场的楼层，警官赶紧去楼梯追，并且立刻通缉他们。全体注意，一男一女穿着白大褂，正赶往停车场。男人耍了个心眼，脱掉衣服扔在了停车场门口，又为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。他从医院后门溜了出去，刚好碰到一对球迷。男人把外套反过来穿，就是相似的球服，再戴个墨镜，成功混入了队伍。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中。警官跑出来东张西望，根本认不出逃犯，但他也不是吃素的，还是在地铁口认出了乔装打扮的2个人。男人和妻子在地铁站匆匆前行，记住，逃跑的第一法则就是不要跑，要用走的。2人成功进了地铁，警官赶紧通知手下前往下一站守株待兔，但他又想得浅了。男人看准时机，拉下了紧急停车闸，直接半路上跳车逃跑。他提前把路边的铁丝网剪了个大缺口，缺口外正停着他早就租好的汽车，一环扣一环，警方还在第1层，男人早就到了第5层。接下来就是接上咱儿子，全家出逃了。
男人心里一刻不敢放松。2个关键的时间点，他刚完成了一个。15分钟内，警方会包围案发地。现在他已经冲出来了。35分钟后，所有高速公路都会安排关卡，到时候插翅难飞。果然，周围响起了警笛声，看来是封锁令发出去了。妻子埋怨他太鲁莽，但这个男人只是打开了副驾驶的箱子，里面有妻子常用的药物、化妆品和水乳精华，当然了，还有他们的结婚戒指。男人的决心很明显，我爱你，别废话了，一起跑吧。妻子感动得说不出话，男人火速去朋友家接儿子。意想不到的是，今天大伙都去动物园参加派对了，距离35分钟的期限已经过去了24分钟。男人导航去了动物园，想最后拼一把。他不停地看手表，周围的警笛声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。终于在一个交叉路口，他猛地转弯了，时间真的来不及，不能去接儿子了，爷爷奶奶会照顾他的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。妻子心如死灰，自暴自弃打开车门，男人一把抓住她。好家伙，这可是高速上啊！两人就这样上演了一场生死漂移。车子停住了，这对全程追捕的通缉犯忽然都不着急了，他们背靠着车坐在草地上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两人的手慢慢牵在一起了。男人知道妻子又燃起了斗志，回到车里，他还贴心地为妻子锁好车门，那就放手一搏吧。男人还是去动物园接回了儿子。此时警方早就封锁了所有路口，挨个盘查。男人灵机一动，去火车站转了一圈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当他开到高速路口的时候，警察摆了摆手，竟然直接让他们过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镜头一转，副驾驶的老大爷问男人，这个顺风车真的只收我20块钱吗？原来男人去火车站就是拉人的，他找了一对老夫妻搭自己的车。警察们接到的命令是盘查所有一家3口，但现在车子里可是5口之家。男人就这样出了城，直奔机场，这是最后一步了。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，但妻子反而淡定了许多。他接过护照递给工作人员，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。当他们经过海关后，工作人员刚好换班，此时电脑上才缓缓出现了男人和妻子的通缉照片。所谓完美的越狱，就是周密的计划、过人的勇气和那一点点运气啊。另一方面，警方在垃圾袋里找到了男人丢掉的越狱计划，看到了海地总统府的照片，他们赶紧下令叫停所有飞往海地的飞机，逐一排查乘客。但这又是男人的圈套，越狱计划是他故意留下的，这个照片当然也是误导。此时的男人早就乘上了飞往委内瑞拉的飞机，一家人终于成功逃脱。警方找到男人的父母，想套出点消息，但老爷子却表示自己已经几十年没有和儿子说话了，啥也不知道。回到家里，老爷子默默打开地图，找到了委内瑞拉的位置，满眼都是牵挂。其实前天晚上，他就在男人的钱包里发现了3张机票，知子莫若父。他立刻猜到儿子要做什么。男人带孩子离开时，老爷子一反常态和他握了握手，然后抱住他说了声再见，好像真的不用更多言语，所有的话都在眼神里了。 You're getting sentimental in your old age. Yeah. 几天后，一位警探重新思考了这起杀人案。男人的妻子真是凶手吗？他来到案发地勘察，脑中模拟出了另一个真相：凶手用灭火器杀人后和妻子发生碰撞，而他为了开车拿走灭火器，指纹才沾到了凶器上。警探想起了那天也下着暴雨，男人妻子提到的关键证据很可能被水冲走了。他掀开下水道盖子，想找到凶手遗失的纽扣，但一无所获。警探没有注意到盖子边缘的污泥里有一颗金属纽扣，真相难道就要石沉大海了？但真相似乎也不再重要了，男人已经为妻子犯罪了，他们一家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。电影讲的是越狱逃亡的故事，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男人的爱与信任，即使有100个理由可以放弃，他还是愿意为了妻子拼尽全力，万劫不复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